那么显然，中国的法官、中国的法院，它不是独立的，这也是中国司法制度最大的一个特色。或者说，如果说中国司法和那些法治国家的司法有最大的不同的话，那么就是它的不独立，它完全没有一个独立于党和政府的独立地位。像一个法官，我们从这儿开始来看，法官他在一个法院之内，他要受到上边就是各个审判庭的干涉，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审判委员会，这个应该写成审判委员会，不是司法委员会，还有这个法院院长。那么大多数案件是由3个法官一起来审理。那么这3个法官他组成合议庭，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负责这个案件的，而另外2个人呢，他基本上对这个案件就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在法院内部，这个法官他是受到这种层层的干涉。那么，那么一个案件如果在这个法院里边是比较重要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他还会受到上级法院的干涉，甚至有一些法官、有一些法院院长，他会在这个案件判决之前、结果出来之前，和上级法院进行沟通商量。然后呢，就是法院还有就是上边有就是检察院和公安。我们刚才谈到公检法的这种流水线作业，在刑事案件里边，就是基本上公安的权利和检察院的权利要高于法院，那么当然更高于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官。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知道在中国，因为法院的这个权力在整个的政府权力当中，它居于一个不明显的地位。很多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不光是公安局，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也。他的权力比这个法院要更高，比如说财政局。那么如果一个案件涉及到财政局的某些官员的话，那么法官是不敢得罪他们的。还有呢，就是政府、人大，包括党委各个部门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党政部门和官员，他们在事实上可以去干涉司法。我们简单看一下中国的律师制度，因为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讨论中国的维权运动，尤其是维权律师。那么中国在1957年到1979年之间是完全废除了律师制度，但是慢慢的因为改革开放的需要，也就逐渐恢复了律师制度。到2021年底，全国的律师事务所有36500多家。我们看到这是律师事务所的构成，大部分是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少量的这个个人律师事务所和国资所。律师的人数也增长得很快，从原来的几千到几万现在到50多万的律师数量。中国的律师他受到不仅仅是这个司法局的控制，他实际上受到了这种3层的控制。当然上面有政府，这还不算这个政法委，政法委他来协调和控制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那么司法局它就是直接来控制律师协会和律师。那么律师事务所理论上律师协会是应该由这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选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选举。或者说即使有选举的话，那么这些选举也完全被司法局操控。那么律师协会它也就成了对律师进行控制的一个机构那么它看起来是一个 NGO， 是一个民间机构，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官方控制的律师协会。那么每一个律师都必须
成为律师协会的会员，所以就是律师协会在司法局的控制之下，那么他对所有的律师进行管控。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律师事务所他也行使对律师进行控制的角色。那么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或者是一些合伙人等等，他都不敢得罪律师协会和司法局，所以对那些人权律师、死磕律师等等，他就要进行限制、进行控制。只有个别的情况下，律师事务所它的主要的负责人，他本身就是死磕律师、人权律师的话，那么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这种控制当然就不存在了。但是几乎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它都同时对律师行使这样一个控制的角色。那么在最后，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一个德国学者弗兰克他的一本书叫《双重国家》。这本书写于1938年，离现在已经很远。他当时讨论的是纳粹德国的这种双重国家。那么他发现在，在那个时候，就是1930年代，那么德国它有一个特权国家，有一个规范国家。那么这个就是在规范国家里边，行政机构或者是司法机构，它按照法律规则来运作。而在特权国家里，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党还是这个秘密警察，他们不受任何法律规则的约束，他们行使无限的任意性和暴力。而在这样的这个国家里边，这两种，一种是规范国家，一种是特权国家，它是平行存在，它是同时存在的。那么这种特权国家不按法律规则的这种特权，它的管辖权是没有限制的。那么一般情况就是那些我们在中国叫这个敏感案件、敏感的事件。那么在这些领域，当然是由这个特权说了算，而不是由法律规则说了算。但问题是哪些东西属于敏感案件，哪些东西属于政治领域，这是由这个特权国家说了算，是由特权说了算。所以任何生活领域都不能免于特权国家的干预，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法律和社会。那么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这样一个 dual state 双重国家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他们发现中国的法律运行和弗兰克所说的双重国家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用这样一个概念，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中国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运行，或者说理解中国法律和中国政治的关系。那么，像在这个经济领域，一些这个企业家他的这个自主管理权，像一些合同等等一些劳动法，那么像这个私有财产，那么在这些领域基本上可以免于特权国家的侵犯和这个不正当的干预。这个弗兰克他举了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去理解这个双重国家它的特色，就是被关到集中营的囚犯，他有的时候可以成功的进行税务的投诉。那么那些接到投诉的税务官员，他可以审查这个被关到集中营里的这个人的投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好像这个国家一切都是按照法律规则来运行一样。那么这是双重国家的特点。那么和这个有一点关系，有一点类似的概念，就是阿冈本他曾经讨论到这个例外状态和紧急状态。那么阿冈本是意大利的一个知名的哲学家，他现在还在世，在就是 COVID 就是新冠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批评意大利的那种做法，他认为就是一个政府把例外状态作为借口来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一种
过度的管理、过度的控制。那么他的这种说法在欧洲哲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啊，很多哲学家批评阿冈本的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例外状态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来理解和观察中国的状况。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动态清零，那么中国当然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抗疫，利用这样一个防疫的机会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管控。它虽然没有说是一种例外状态或者紧急状态，但是它把这个当做是一个可以不管法律规则，可以不管正常的社会运行规范的一个机会。然后或者是一个借口，一个任何人都必须接受的理由，然后把整个城市封掉，然后把人关在家里，把窗户门都给封死等等。那么这是就是一种利用例外状态来破坏法律、破坏规则的一个例子。那么不仅仅是新冠，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中心工作，我们前面还有讨论到共产党的那些比如说严打呀等等，那么也可以看作是例外状态，因为在严打期间，他就是明目张胆的甚至发文件来违背刑事诉讼法。那么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那些程序、规定的法定期限等等，都被完全的公开的破坏。还有像比如说奥运会啊，像这个两会啊等等，那么这些时候也都被共产党当做一个例外状态。那么在奥运期间，或者是涉及到一些重要，比如说在去年年底发生的白纸革命等等，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被共产党当做是一个紧急状态，一个例外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管法律，不管这个规则。那么在2011年，茉莉花大镇压的时候，也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人权律师、一些人权捍卫者被绑架、被抓捕。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紧张，然后他们比如说用酷刑，他们完全然后把人绑架，然后关到一个秘密场所等等这些做法，也可以看出，就是共产党他虽然没有宣布紧急状态，但是呢，他是完全是用这样一个例外状态和紧急状态的逻辑，破坏法治。那么什么是例外状态？什么是紧急状态？什么是特权国家？这个当然又是共产党说了算。嗯，有一些这个案件，比如说这个法轮功、西藏涉及维吾尔的、涉及六四的、涉及异议人士的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腐败案件，当然就是高层的一些腐败案件。那么所有这些案件里边，他都没有办法按照刑事诉讼法，按照目前的这个法律秩序，按照这个宪法来处理。那么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政治性的案件，或者是敏感案件，重大案件、有影响案件等等。那么只要他认为是符合这个政治案件或者敏感案件的，他都可以不顾法律。比如说，当然，它也有一些这个分工，比如说像一些涉及法轮功的案件和其他邪教的案件，就由这个610办公室来处理。那么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的案件，是由国保和国安也就是中国的秘密警察部门来处理。还有这个政法委。就是当然我们讨论到政法委，他要管的更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中纪委现在就是它和这个国家监察委，这是就算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那么他们在处理这个职务犯罪贪腐案件的时候，这个双规等等留置它也是超越法律之外的。那么像中纪委的这个双规的做法，也是经常拿来讨论，就是双重国家的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一种特权国家的典型表现，它是完全可以不考虑法律。嗯，我们看到在中国
长期法官他的这个装束是像这个军人一样，他穿的这个大檐帽，这个像类似军人的制服。这是左边的这个图是中国法官之前的制服，那么后来才有了法袍。那么律师呢，之前叫这个国家法律工作者，他是国家公职人员。那么在后来才逐步变成了这个一些这个法律共同体的一部分，变成了这个社会中介来提供法律服务。那么这是就是中国它的这个共产党的司法传统，包括党的领导，包括中心工作，包括群众路线，包括公检法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那么这些传统一直深刻影响着今天中国司法的制度和司法的运行。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整个中国它就是摆脱毛时代的那种文化大革命那种运动式的治理模式，那么中国法律它是有了一些进步，包括中国司法它越来越程序化，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那么绝大多数法官，他是就是受到过专业的法律训练。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和这个警察受到专业的法律训练，那么都是他的进步。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制的条件下，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司法，中国的法院到今天，它也是完全受到党的控制，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司法独立。那么律师受到打压。那么共产党他对司法工作也是进行干涉，而且习近平上台之后也越来越强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双重国家，我觉得用双重国家这样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法律和政治的关系，也是能够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启示。就是一般来讲，在那些一般的经济案件、一些小的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的进步。但是如果一个案件被认为是政治性的、敏感性的，那么这种特权国家它就会起作用。那么一旦一个案件被认为是政治性的、敏感性的，那么这种这种法治就完全不复存在，这个法治的进步就完全看不见。而这个特权国家它是扩张性的，什么东西属于他管的范围，这是由他说了算，而不是由法律规范说了算。那么有的学者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郭丹青 Daniel Clark， 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制度和弗兰克所说的双重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那种弗兰克所说的那种双重国家，它是建立在一个规范国家基础上的，它是有这样一个规范国家，有这样一个法治社会，然后呢，纳粹或者是这种特权国家，它逐渐的去侵蚀原来的那个规范国家，而在中国和这个特权国家所对应的那种法治国或者是规范，就是规范国家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是，而在中国呢，也没有一个专门处理政治案件的法院，所以他认为用双重国家这样一个概念，对分析中国是不合适的、不适用的。嗯，那我们就是我先讲到这儿，我们有请李彦友教授。大家好，新年快乐。汤彪在这个问题方面是一个专家，因为他学到博士，也做了律师，也后来做了这个被告，所以他呢特别有很多
可以帮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应该问他更多的问题。我自己认为这个弗朗克的这个理论是比较准确的描写中国的法律制度，因为他呢50年代初，和那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短一长的时间里，有有两个作用和角色，一个作用和角色是这个所谓的规范国家的角色，那就是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这个经济越发展，那个社会越多元化，那个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复杂，所以那个法律制度需要和平的、可靠的、比较公正的去解决一些社会内部的当然会发生的一些冲突。理论上，赵紫阳时代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那个共产党也承认，当时这个80年代，共产党承认我们还没有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我们还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话，自然而然会发生一些社会冲突，这个东西不是可怕的东西，这个也不是那个敌我矛盾，这个是一种人们内部矛盾。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司法制度去解决这种问题。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话，我们需要一个独立司法制度，那就是说它公正，它不受到一些特权或者一些包括党内的一些干预，它应该就是按照这个客观的现实、客观的这个事实去解决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同时还需要一个特权国家，一个 prerogative system，因为往往一直是需要这个保护那个这个政治制度，那个政治制度当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制度。我以前提过那个2015年的国家安全法 （National Security Law）。National Security Law 它提到国家安全有3种内容，一个是保护我们的政治制度，第二是保护我们的国家领土的完整，第三是保护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它需要有什么这个财源，我们也要保护那个财源的来源。所以保护政治制度是国家安全的第一个要求，第一个这个任务。为了保护我们的为什么需要保护我们的政治制度？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面临一些威胁，内部和外部的威胁。那么内部威胁是人们里面有一些要违反我们的政治制度，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包括一些律师、维权律师，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学生，一些等等的社会力量内部的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崩溃。外部的问题主要是美国和美国的这个联邦国家，他们的军事的威慑、经济威慑、军事的what do you say encirclement， 军事的部署，另外意识形态的这个进攻，所以司法制度有第二个任务是这个保护我们的政治制度。那么保护政治的制度的话，按我所知道，弗兰克在国内的这个法学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国内的法学界的
理论的影响应该说是三种，一个是传统的法家的传统，就是说我们呢要用法律来控制，来这个控制社会。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学，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的基本概念是说，法律是这个执政阶级的意愿的表现。所以，如果执政阶级是中国内部的进步的各个阶层，无论是无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加农民加谁，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代表这个进步的阶级或者阶层的是共产党，之所以法律就成为共产党的意愿。第三个法学理论的来源应该是说，日本或者法国或者各个国家的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 civil law tradition，民法 right， 是 civil law，就是罗马法罗马或法的传统，对所以中国的传统不是美国的那种或者英国的那种common law tradition，之所以就是普通法，对，也普通法它是罗马法，所以这个罗马法的 tradition 里面也是说这个国家可以，实际上所有的法是来自于国家，而不是来自于比方说自然法，而且这个宪法虽然它是基本法，但是它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一种神秘的一种法，它是你的这个国家也可以随意如果有一个妥当的目标的话，它可以把连宪法可以改写，可以这个可以用为一个 positive law。positive law 怎么说的？叫 positive law，叫不，它不不是是 对，natural law，它不是自然法，它不是叫从实证法，是政法。对，所以这种三个来源，按我所知道，这种三个这个理论是来形成共产党的这个法学的概念。就所以，共产党在在和共产党下面的各个法学院等等法学的教授学者。说依法治国的意思是就是依赖或者利用法律来治国，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就是说以这个法律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要客观事实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法律就成为一个工具，而不是成为一个可以说一个信念或者一个宗教。而且我自己认为习近平我对习近平的政权的概念跟一些别的人不完全一样。我认为习近平的政权，他呢是非常害怕我以前提到的国内国外的威胁，他们呢感觉非常不稳定、不巩固，所以要越来越利用这个法律去要提高这个利用法律为保护政权的这个精神。这个弗兰克所谓的这个特权国家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个国家越来越面临很多威胁，包括国内的腐败的问题，这个国内的社会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变化的这个问题和国外的一些威胁。